皇上，马尔赛已迅速离京，纳尔杜也已掌管紫禁城统领一职，而且城外的禁军都已经换成鳌拜的人了。看来鳌拜要决一死战了。原来鳌拜还是不懂。好，战就战。如今紫禁城中和京城内外都由鳌拜掌控着，索土里外受敌，守不住一时。这么看，我们必败。皇莽我说的对，筹之以二，防之未焉，凡事都要多做一个准备。居州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回皇上，福建靖南王府的5000兵马已于5天前乔装打扮离开了福建，估计3天后的傍晚就可以抵达京城。好，那靖南王府的兵马都交给你来统领指挥，来抵御京城之外边关回朝的兵马。这。可是，原本紫禁城内的御林军都已经换成鳌拜的人了。不要紧，只要在这乾清宫里守上1刻钟，便可以让索额图领军攻进来，我们仍有胜算。能守得住1刻钟吗？应该可以。鳌大人，鳌大人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福建探子600里加急回报，福建靖南王的人马有异动。5天前，他们停止了操练，有一部分人马从沿海一带拔营内迁。可探子查看，营帐是空的。我想，玄烨是不是要利用靖南王府的露营兵马对付我们呢？这个当然，玄烨跟耿巨忠一向情同兄弟。哎，叔叔，那怎么办呀？难道是在后天祭天前行动？好，那我们明天就行动。纳尔多在，你带一队兵马去哪里啊？靖南王府。好，高明，这就是出奇兵于阵前，知敌于兵不能变呐。这叫一石二鸟。怎么一石二鸟？射人先射马。耿巨忠是玄烨的好兄弟，只要把他擒了，那玄烨就如同断了手臂，这乾清宫就会不攻自破。那大人，不知领兵过府所谓何事？管干，走！那大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奉刑部谕，即擒拿靖南王世子耿巨忠。那大人，不知你是否知道我所犯何罪？本官也不清楚，本官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何府爷，得罪了，抓！你敢！王府之内岂有你们胡来？耿巨忠乃朝廷钦犯，谁敢阻挡，就是包庇侵犯，杀无赦。杨兴，退下。好，带走。怎么回事？没事儿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家人，我就回来。巨忠，走。皇上，皇上，哥，让我再抱一下，哥哥。皇上，求您救救巨冰月，忠。先起来。怎么了？巨忠被纳尔都抓了。先出去。这鳌拜果然老谋深算。剧中被抓了，靖南王府的兵马由谁来统领指挥？
他们会杀了剧中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皇上，曹营在，传朕口谕，让鳌拜进宫见驾。这。皇上，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儿的。剧中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会把他救出来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回皇上话，鳌拜他并不在替人格办差。是吗？听说他装病在家。他是在躲你吗？躲我？他躲得了吗？没听说普天之下莫非黄土，朕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吗？皇上要去敖府，那就如孤身入虎穴，这太危险了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剧中被抓，形势已变，我不得不去。索土，在，备齐兵马，朕要去给老臣探病。大人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啊？皇上领着大队兵马到府中给大人探病。探病？好啊，好小子，你是想攻其不备？玄烨这是急了，要逼虎跳墙，硬来了。来又怎么样？我们集其府内亲卫，也大可一拼，最多同归于尽。玄烨是以探病为名，我们恣意动武，他就会落得一个弑君的罪名，怎能服天下？那是死路一条。除非他先动手。这黄毛毛跟我说啊，3分病7分养，让我好好休息养病。我便问他，怎么样，像养小狗一样养吗？那小狗是越养越大，那病不就越养越重了吗？我才没那么笨呢，把一条病狗养那么大。我跟他说啊，只要让我出去玩，什么病都没有了，把黄毛毛气得半死。不过啊，秦府你可要好好休息啊，这江山社稷都得依靠你呢。皇上，奴才受先帝之托，委以重任，奴才不敢有一刻懈怠。好，难得秦府没有半点疏懒。那靖南王府世子被抓一事，秦府定是知道的了。竟有这样的事情！来人呐，赶快给我传刑部尚书来。敖大人呐，你抱病在身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那怎么成啊？耿大人是藩王世子，又是皇上的至交，如果皇上缺了耿大人的谥号，万一发生什么闪失的话，那谁担当得起呀？只不过1天而已嘛。只不过是1天而已。那要是这天刚巧有人要弑君，皇上，您这是玩笑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紫禁城中戒备森严，您说谁敢行这大逆不道之事？我看那是自寻死路。戒备森严吗？哦，对了，紫禁城中都是敖清府的亲信，强驾手下无弱兵啊，那谁还敢
行刺朕，除非什么？是敖清府。皇上，我看皇上的话里面另有他意。恕奴才才疏学浅，听不明白，还望皇上明言。清府就算才疏学浅，不会连玩笑话也听不明白吧？你多想了。那耿居中的事儿，清府是理不了的。请皇上恕奴才的罪，奴才的身体实在是不行。明儿一早，我马上办理此事。明天，好，那朕就先回宫了。清府，你还是好生休养吧。皇上，奴才实在是病得起不来，不便下跪了。行了，敖清府是最忠心的，这个朕最明白了。来，好好休息吧。起驾。大胆鳌拜，竟敢见驾藏兵！这匕首果然是精雕细琢。曹营所图，在。刀不离身，乃是我们满人一贯的做法。这些都不明白吗？把东西收起来，退下。这而气逼人，果然是把好匕首。啊，皇上，您如果喜欢这把匕首的话，那么奴才就送给皇上了。是吗？那朕就卸下了。那朕就先回宫了。恭送皇上。哦，对了，明儿个清府来到宫里，朕想和你商议一下后天的祭天事。真的要动手了，叔叔，您真有胆量，换成我早就动了。真不简单。叔叔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是数十年血战沙场过来的人，且吓得心惊胆战。可他一个10多岁的孩子，却能泰然处之。不管怎么样，明天都照常行事。皇上驾到！孙儿叩见皇妈妈。起来吧，我的好孙儿，你算是有口福的人呢。来，坐吧。我让御厨给我做了虫草汤，你也来尝尝吧。这阵子天气乍暖还寒，
很容易生病，多喝点汤补补身子吧。其实孙儿也是为此事而来。哦，怎么了？天气乍暖还寒，孙儿担心黄嬷嬷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特命索额图准备好兵马，明天一早就送黄嬷嬷、皇后及程瑞去热河避暑。到热河是去避暑吗？是。那如果我到了热河还嫌热，那您说我该避到哪儿去呢？那就避到盛京去吧。那不是避，那是退。这仗已经没什么胜算，我只有保护你们离开。你想一个人应付？已经没法应付了，是面对。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，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主动权也在敌人那儿，战与不战，由不得我，我只有接战的份儿了。孙儿啊，知不知道冬虫草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既像虫又像草。它叫冬虫夏草，是青海来的。它的藏语叫雅扎根布。冬天的时候是条虫，夏天的时候却是一株小草。怎么会这样？有一种蛾子，冬天的时候，它就结丝在夏草上。夏天来了，蛾子长大了，飞走了，就留下虫壳，所以就叫冬虫夏草。它的虫跟那棵草是连在一起的。原来如此。热河什么的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我们两个人就是这冬虫夏草。从我帮你扶上皇位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祖孙俩的命就连在了一起，就像这冬虫夏草，生死相依，唇齿相依，生在一起，死我们也在一起。谁也不走。大人，鄂大人到。敖大人，鄂大人，哎，各位好，各位好。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呢？啊，是不是要开赌局，所以才把我叫来呀？好啊，来吧。好了，鄂大人啊，别开玩笑了啊！你先暂且坐在一旁吧。你不是非常喜欢从详技艺吗？再待会儿，老夫跟你好好的从详技艺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敖大人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明天马尔赛会带领边关的兵马来到京城，钳制索额托的精兵；纳尔杜则带领亲兵卫队和宫内禁军一起把玄烨擒下。而同时，建亲王会在议政王大臣会议里建议主亲王贝子贝勒罢黜玄烨。里边的王爷大部分都已经倾向我们，应该没问题。只要得到他们的首肯，一切都来得名正言顺了。敖大人，您明天
接过去，让皇上退位。敖大人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你不是都听见了吗？哼，就是要兵谏。未免仙人在旁说三道四。鄂大人，明天只好请你陪我一起进趟宫。为什么？为保敖大人忠心大清的美誉，此事必须名正言顺。鄂大人跟敖大人都是辅臣，所以请您来和敖大人一同入宫觐见。你要我和你们一起逼宫？怎么，不行吗？没有。既然行的话，那么今天你就在我府上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一同上朝。那耿巨忠呢？杀掉。但他是靖南王世子，杀了恐怕……废什么话！是三番重要，是当前的事重要。对，那耿巨忠跟玄烨情同手足，行事之前先杀了耿巨忠，就如同断了玄烨的臂膀。哼，让他没有抵抗的意志。一切就看明天了。皇上吉祥。皇上吉祥。起来吧。朕路过坤宁宫，就随便进来看看。就你一个人吗？是啊。皇上吉祥。怎么会有2副碗筷？你知道我要来。我饿了，所以叫御厨做了些点心。要是皇上来了，就一块吃；要是皇上不来，臣妾就自己吃。皇上，您是想看看书，还是下下棋？你也懂西洋棋？我请剧中教的，都快1年了。不过棋艺只是一般而已。1年了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我是怕学艺不精，跟皇上下棋，皇上会觉得没劲，所以一直都没说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比试比试。你是思璇姑娘，质文武容。再说了，我们也好久没比试了。好啊。芳儿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不会怎么样。会跟我一块儿死？也许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。反正皇上要是死了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人的心要是没有了托付，很快就会枯死。所以就算是为了我，皇上也一定要长命百岁啊。不过我相信皇上会长命百岁的，因为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皇上。芳儿，
你也要长命百岁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敖大人，宫门紧闭，是怎么回事？皇上他在跟布库摔跤，下旨不准打扰。现在还在摔跤？哼，他倒是轻松。去，传老夫的话，就说老夫殿外求见。怎么？皇上曾吩咐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否则赐死。否则赐死？不听老夫的话，难道老夫就能让你活吗？奴才不敢。敖大人，鳌拜，鄂必龙殿外求见。王清福，鄂清福，朕正忙着呢，有什么事啊？晚点再说吧。皇上，鳌拜有要事求见。还是待会儿再说吧。皇上，鳌拜有要事禀报，请皇上准许，否则恕鳌拜闯宫之罪。进来吧。关闭宫门，不合朝规。皇上想做什么呢？
没什么。这乾清宫乃历代皇朝议政之地，在此处炼焦，有反祖制。朕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罢了。怎么了，敖清府？你好像有什么担心的？把他也给杀了。两位清府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朕？快说吧，说完了，朕还要炼焦呢。皇上别急，等奴才把话说完了以后，您再去摔跤也不迟。今后皇上有的是空闲时间，可以天天的玩摔跤。真的吗？那快说吧。奴才只有一句话。请皇上逊位。各位王爷贝勒，今天本王紧急召集大家到这儿来，是有一件大事要跟各位商议。那你就说说看吧。我想请各位联名上书，请皇上禅位。大将军图尔加奉敖大人之命，领兵回京，不定臣镇京畿，马上打开城门，否则格杀勿论。这不是兵变吗？快，马上把九门提督索大人找来！快，回大人，今天一整天都没见到索大人，不知上哪儿去了。什么？时辰已到，斩！敖清府，能再说一遍？如果皇上没有听清楚老夫说的话，那么老夫就再说一遍。奴才恳请皇上逊位。你是来逼宫的吗？你凭什么？凭的是实力。什么实力？皇上，奴才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我大清帝国。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这些年，所有的人都在奴才身边，而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？就连你最忠心的谋臣，跟你情同手足的耿巨忠，也要被老夫杀了。
那你这是公然谋反吗？奴才这不是谋反，奴才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成就我大清的万年基业。混账！当年先帝是如何重用你？与一等侯级2等公，命你为议政大臣，领侍卫内大臣，赐你2次免死，更在临终前加封你为辅政大臣。满朝文武谁都比不上你的荣宠。可你现在竟敢公然谋反，你怎么对得起先帝？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怎么对得起天下？鳌拜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。皇上，你想看看老夫身上的伤疤吗？这些伤疤都是当年我随先帝南征北战，为我大清夺天下时所留。老夫为了大清天下，连命都不要。皇上，那你说我忠还是不忠？这些年，皇上你行事颠三倒四，让我宗室蒙羞，让我八旗蒙羞，是你对不起先帝，对不起列祖列宗，甚至对不起天下呀！皇上，胡说，全是胡说。鳌拜，别的我不说你，你竟然当着主子的面说出这么多叛逆之言，你还有什么脸面把忠义2字挂在嘴边上？你着实是个利欲熏心、不忠不义的逆贼。鳌拜没有不忠不义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所做的，并不是我鳌拜一人所为，满朝的文武百官皆都赞同。议政王大臣会里的王公贝勒也这样认为，都认为皇上您无德无能，都赞成皇上逊位。当今皇上的所作所为，诸位已经是耳闻目睹，那根本不是一个大清君主的举止。德赛，你说的什么屁话？你可知道，这可是砍头之罪。我德赛一生忠诚，今天即使是砍头，这话我也要说。诸位，你们可知道，皇上今天要杀掉敖大人？这敖大人功高盖主，令玄烨嫉妒，所以才惹来这突如其来的横祸，杀害忠良，那岂是明君所为啊？更何况这些年来，如果不是敖大人把持朝政，这大清的江山早就被玄烨给败光了。你们诸位王爷、贝勒，都曾经受过敖大人的厚恩。敖大人已经明言，此件大事一了，绝不会忘记诸位推戴之功。那时候，天下太平了，大家就可以安享成果了吗？啊！住嘴！先帝遗诏，立玄烨为帝。哼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，只有忠心事主，岂有反叛之理？安亲王稍安勿躁，我们不是谋反，反之我们是要维护大清的正统而已。满嘴胡言！安亲王，您不会这么健忘吧？想当年先帝留下遗诏，是立康亲王节书为帝。够了！来人呐！德赛意图谋反，给我拿下！乐乐，你这个满人皮撼人心的狗奴才，本王早就看你不顺眼。今天我要亲自拔了你这颗眼中钉。来人，在！把
乐乐拿下！住手！鳌拜专权，以其淫威，逼压朝中亲王贝勒大臣，此次意图谋反，更是死罪，本王绝不允许。连亲王，你也跟乐乐是一伙的是吧？好，给我一起拿下！住手！德赛，够了！鳌拜和你这逆贼都该罪诛九族！你们不都答应过敖大人的吗？你们，德赛，以德服人，以死报之，以威慑人，反之以击。诸位王爷早对鳌拜的所作所为是恨之入骨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所以，当本王向他们传述了皇上的意思之后，他们个个都表示衷心的拥戴皇上。德赛，本王送你8个字：好战者亡，忘战者危。看吧，大胆德赛，你鳌拜谋逆造反，企图诬陷本王，本王岂能容你？结束。议政王大臣会议里的亲王贝勒，都已被你收买。朕并没有收买他们，而是你把他们推到朕这边来的。怎么讲？是你的专权，你的霸道，把他们推到朕这儿来的。大家对你都是敢怒不敢言，不过你的杀鸡儆猴，确实把大家都吓怕了。那些王公贝勒每天诚惶诚恐，担心自己变成第2只被杀的鸡，但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们便会一起倒戈。你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那又怎么样？这议政王大臣会议上的王公贝勒，虽被你操控，可是你别忘了，皇上，奴才手里面还有兵。是吗？快开城门！回统领，找不到索大人。不会吧？跑哪儿去了？马上加派人手，尽快把索大人找来。这还不快开城门！朝廷有令，边关将领没有兵部守御，不能进城。守御在此，快开城门！这事情重大，为时不能做主啊！现在敖大人之密令，让末将领兵回京兵谏，如若阻挠，就是叛乱，要全部处死。马上打开城门，不然就攻城了。3000兵根本就抵不住，要是他们攻进来了，我们不战死也要被斩首，不如开城门！这开城门！吓唬他们一下，马上就投降。这死又有谁不怕呢？啊，我们边关8旗子弟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谁还怕死啊？将军，你不怕死，不怕死？那就马尔赛，你。马尔赛这条狗，当年他流落街头，我收留了他，没想到他竟然咬了我一口。鳌拜，知道你为什么失败？你身边的人不是因为怕你，就是唯利是图之辈，以法服人，其外若命，
其中10输，以得即亡；其外虽输，其中10命。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。你少跟我讲这些南蛮子的臭道理，老夫不懂。大秦马上得天下，今天有什么本事就给我使出来，让奴才见识见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本官奉诏见驾，滚开！左大人，不好意思，奉敖大人之命，任何人等不得进宫。本官是9门提督，官拜1品，你敢拦我？左大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当今的天下乃是敖大人的天下。左大人当机立断，马上倒戈投诚，也是大功一件呐。屁话！大家镇静，保护敖大人要紧。鳌拜，索土已经带人攻进来了，你大势已去，束手就擒吧。玄烨，老夫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没想到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就连老夫要做什么事情，你也都算计到了。你以前在我面前示弱，原来是好让我疏于防范。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好，鳌拜，朕曾经给过你最后的机会，可你还是选择了谋反，这下就怪不了朕。我现在跟你说也没什么。其实，老夫也想过要退下来，可是什么？算了，事已至此，不说也罢。你记住，鳌拜做事绝不后悔。好，大家都说索尼忠，鳌拜直，鳌拜说话从不撒谎，朕就相信你曾经有退下之心。就凭你这一点，朕免你一死，就擒吧。老夫半生沙场，何曾言降？再说，今天拜他，也未必就是老夫。只要我能把你擒住，我就有胜算。鳌拜，单凭你，怎么能擒住朕？大清的第一巴图鲁，难道就徒有虚名吗？玄烨，你出去看看，这外面全是老夫的人，你再看看你的周围，你有什么？我又小看你了，没想到啊，这些布库是你专门为我安排的。我又失算了，可你想过没有？仅凭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小子，就能把我给擒住吗？来吧，小子们！谁擒下鳌拜，加官进爵，赏1万两。参领大人，怎么办？敖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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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敖大人！
我确实看走眼了。哼，你忘了，鄂必龙也是血战沙场、从容入关的骁将。今天，我誓死也会保卫皇上。没错，你是压必中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被朕擒下，你们把他带回天牢，所有人官升3品。皇上，敖大人忠贞为国，绝不会有弑君之举，望皇上明察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请您放人。皇上，皇上。参领连同鳌拜谋反已被诛，副参领擢升其位，马上把鳌拜拿下。拿下！奴才救驾来迟，望皇上恕罪。擒下了，老佛爷，擒下了。回老佛爷话，宫里传来消息说，皇上把鳌拜擒下了。奴婢告退了。佛祖保佑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皇后，是。你的命，这已经给你捡回来了。先歇会儿，我去给你预备热水，洗完澡我给你疗伤。好。
将驾到！还好吗？还好。鳌拜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十恶不赦，罪罪当诛。你知道？知道。但朕念你执事三朝，为大清立下无数功勋，先帝也对你倚重，对朕也有辅政之功。所以朕不忍杀人，即从宽免死，革职即没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心系满汉大统，我怕你像先帝一样会把我大清断送掉。可是现在我不担心了，你行。不管你是心系满汉大统，还是要满人高压，你都可以把大清治理成一个强大之国。可是，你现在只差一步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旷世英雄。别逼朕。治军以严，治国以仁。但是，这仁者须先有杀天下之恨，再述天下立德，否则那便只是妇人之仁。不行，你是大清的巴图，功勋无数。屁话！你不杀奴才，那你和先帝还有什么两样？皇上，我可不想看着大清在你手里衰败。那样，我死不瞑目。放心吧，朕将会是最英明的圣主，大清在朕的手中，将会万年盛世。你瞑目吧。众爱卿，平身吧。擒拿鳌拜之后，康熙总揽朝政大权，即励精图治，宣布永远停止圈地，平反明史案、天算案，昭雪苏克萨哈、王登联、苏纳海、朱昌作等，鼓励百官上书言事。康熙并重用汉臣，任熊赐履为武英殿大学士，消除满高汉低之定策。满汉官员若职掌相同，则品级划一。开博学鸿儒科，招揽天下有才之士，更以百姓为重，承诺永不加赋。并在乾清宫柱子上写下“和务漕运”二题，作为朝廷首要解民所困之事功。一时之间，海内升平，天下大治。启禀皇上，江苏巡抚上奏说，淮阳李河数年来沙淤水浅，极为平地，抒请开挖。耿居中，你来说说。回皇上。李河作为漕运的咽喉，实该早日修复，然木工开挖，大约需要库银10万余两。这些年来，
国库虽稍有余盈，然河务、漕运花费巨大。各臣公有何看法？启禀皇上。蹉跎，你现在可是一品大学士。好，让朕看看你这俸禄有没有白打。回皇上，处理财物历来只有2种途径：第一，开源；第二，节流。这些年来，皇上励精图治，节约花费，已经到了节无可节、省无可省的地步。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源，增加赋税。不行，朕曾颁下皇诏，承诺百姓永不加赋。此事以后别再提。其他臣工有什么看法吗？奴才有事禀奏。纳兰明珠，你乃兵部尚书，你说说吧。回皇上，天下财富半耗于3番军费，仅云南平西王吴三桂每年耗饷已达900余万两，3番把持驻地财收，恢复明末各种苛捐杂税及徭役，百姓怨声载道。若能裁兵御饷，不要说了。大清入关，若非3番平定南方叛乱，那大清哪得天下？3番有大功于国，且更为朝廷倚重。先帝授予云贵都府，敕书中写道：“听王节制”4个字。平南王掌管云贵2省，文武军民一切事务，乃先帝所许。以后什么裁兵御饷，就不用再说了。退下。这库银之事，我们改日再议。李河开挖一事，你知从河库中截出12万两白银，雇工开挖。魏大人，你去办这些事儿吧。臣领旨。好了，其他臣工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？启奏皇上，平南王尚可喜有奏。说吧。这平南王尚可喜自感年届70，无力再掌管藩务，请求代藩下闲丁孤寡老弱男女24000余口，归老辽东，并且赐封其子尚之信，袭封王位，继续镇守广东。尚可喜要求撤藩。顺治7年，尚可喜会同耿继茂平定广东，有大功于国。这些年来，广东流寇进剿，也全赖他藩府之力。撤藩一事，还是叫议政王大臣会议仔细商讨过，再做打算吧。这，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漕运这些事儿都交给你总揽，辛苦你了。也不及皇上日理万机辛苦啊。没你帮我分担，我不更辛苦了吗？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怎么了？皇上，黄河到了下游，经过河南，在苏北入海，在淮河附近与运河交汇。就是此处的河道经过常年的冲刷，造成堤岸大面积的缺损，那就淹没两岸农田了。但这还不是最紧要的。什么是最紧要的？黄河泛滥，断了南北两路交通，导致南粮不能北运，北兵不能南调的困境，实在是影响国家之安定啊。说得好。还有，数天前我命靳府前往实地考察摸索水情，他说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根治，并且呈上了具体的治河方案。方案我看过，见解精辟可行，
确实能做到水归故道，漕运无阻。皇上，居中打算上奏，请他任河道总督，掌管一切河务事宜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能上奏，反之要反对。为什么？皇上又让我当白脸，我不当红脸，谁来扶我呢？皇上，别老是让我充当蛮不讲理、不学无术的角色，好不好？晋府是有才干的，只是这个人太自恃了，办事儿只使3分力。照此态度去治河的话，必会无功而还。可是好在，他这个人争强好胜，你上奏反对他，我勉为其难保他一试。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，定会全力以赴。那样黄河自会治理。那就劳烦耿大人再当一回白脸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可选吗？皇上有啊，当白脸儿，或者当朕的好兄弟。哼，当你的好兄弟就要帮你一次忙，那不还得当一次白脸吗？雨中，有些时候。我也希望事事都坦坦荡荡的，不过有些事情只能在正大光明之后再做文章。对了，皇上，今天尚可请上奏请求撤藩，不知皇上您的意思是？撤藩？为什么要撤藩？此事还是等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结束之后再做决定。黄马嬷，你没事吧？老佛爷，喝杯茶吧。这是什么茶呀？这是去年的乌龙茶。去年的是旧茶吗？为什么不给老佛爷新茶？雨前虽好莫闲心，火气未除，莫沾唇嘛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丫头学煮茶还不到几年，可是东西六宫就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，包括我在内。哪里？是老佛爷教导有方。皇上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可是我还要告诉你，你这个媳妇儿啊，我没给你讨错，至少她伺候我老太婆就挺周到的。黄嬷嬷，太医开的药你吃了吗？你可别让孙儿担心啊。都吃了。黄马嬷已经60多岁了，我还能坐在这儿，对着镜子整整妆，喝喝茶，已经就很不错了。我听说尚可喜上奏要求撤藩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。黄马嬷想告诉你，三藩亲王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，你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等闲之辈。那是当然，要不然阿玛怎么会对他们恩宠有加呢？恩宠有加，那就是纵容的意思了。那三藩有大功于国吗？当一个皇帝，自信是必须的，可是自信过了头，那就是自负。自负的人就不会冷静地审时度势，更不会冷静地审夺敌人的力量，到头来只有作茧自缚，悔不当初。这些虽然都会铭记于心。时候不早了，孙儿还约了安王爷处理朝事，孙儿告退了。你先下去吧，不要忘记黄马嬷说过的话。孙儿谨记。
三藩早就该撤。三藩羽翼丰满已经成了很大隐患。那个吴三桂飞扬跋扈，在云南不但霸占民田，更立各种苛捐杂税，以保私囊。他不仅掌云贵督府和各官的任命，还委派他的部下到各省去任职，笼络四方。你们可知道啊？他们称这为西选，比朝廷的京察更是得官员的重视。还有，凡是跟吴三桂有局龉者，必遭严惩。巡按四川的湖广道御史郝玉，因合奏吴三桂拥兵观望、骄横跋扈罪行，反倒被吴三桂污蔑为期望冒功，最终流徙到上阳堡。吴三桂等三藩割地为王，俨然成了国中国、朝中朝。为了社稷的稳定，三藩肯定得撤。问题是该什么时候撤？尚可喜提出要撤藩，不知道皇上怎么决定。叩见皇上，叩见王爷。平身吧。这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办差去吧。这如果我们跟三藩开战，朝廷胜算如何？回皇上，八旗精兵为数约20余万，一半在京，一半散在各地驻防。在京之八旗兵，屡经征调，余者尽是老弱，入关30年，已没有当年的悍勇。汉人陆营兵为数约60多万，但装备简陋，打起仗来不敢冲锋陷阵。而三藩养兵已久，吴三桂在汉军中的影响力又很大，若不能速战速决，将对朝廷极为不利。对，确实对我们很不利。惠妃娘娘为皇上生下皇子，各省督府皆喜不自胜，大家纷纷上书恭贺皇上。很好，那就借各位臣工吉言，愿一人多福多寿，为朝廷尽忠。各位臣工只要上奏祝贺就可以了，千万别送什么贺礼，免得浪费民富。好了，熊次吕，去你旨吧。这，皇上以民为重，实是社稷之福。其他臣工还有什么事情要上奏吗？如果没别的事儿，那就退朝吧。啊，对了，这还有一事。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回辽东养老，情辞恳切，具见恭敬。其实，广东一事已经安定，那就全撤了吧。其手下陆营兵马继续留守广东，等由广东提督接手管辖。纳兰明珠，臣在。你旨吧。这。退朝。尚可喜撤藩，那是他自己要撤。他是想把爵位和藩兵留给他的儿子尚之信。皇上要他全撤了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撤尚可喜之藩，那吴三桂和耿精忠呢？就是啊。此事不妙。什么？皇上准许尚可喜撤藩？回王爷，这事千真万确，在朝中已经闹得沸沸扬扬。玄烨这黄毛小子，哼，竟敢跟本王耍权术！哼，好啊，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施凡，写奏折。什么奏折？上奏。请求撤藩。撤藩？
什么？吴三桂和耿精忠也上奏请求撤藩了。吴三桂很明显，他是虚晃一枪，意在誓守藩封。没错，皇上撤了尚可喜，他心中愤愤不平，故上书求撤，望朝廷挽留啊。可是，这三藩早已成了气候，撤一定是要撤的。不过现在撤嘛，只怕这后果堪虞呀。皇上收到这2张奏折之后，一直留中不发，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表示。皇上到底在想什么呢？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你这小子，你这样坦诚的问，我不坦诚的回答，就说不过去了。那好，那你说，该撤还是不该撤？回皇上，剧中不好说，还是请皇上定夺。剧中保证不会传扬出去。那我就告诉你，不撤。将身儿赖在大街口，尊一声国王的宾朋，从头一奴才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今夜当值吗？回皇上，是。皇上命奴才内廷宿卫，每隔1天，奴才就在内廷值一次班。是吗？那朕怎么没见过你？回皇上，皇上日理万机，就是在内廷走动，也总有很多大臣簇拥着，很难注意到一名小小的侍卫。不过奴才是看着皇上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一天一天的沉稳，大臣们对皇上也是一天一天的敬畏。奴才着实打心里高兴，打心里高兴啊！别说这些了，自己喝着呢。还求皇上恕罪。当值的时候喝酒，可是死罪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把这瓶酒孝敬给皇上。回皇上，皇上怎么能喝这种劣质的酒呢？改天奴才一定弄一瓶好酒献给皇上。改天再说改天的事儿。今天朕就喝这个，你别再啰嗦了。走，咱们进去，边喝边聊。这。可惜呀，有酒无肴。皇上可知道，奴才曾尝尽珍馐百味，什么东西最好吃啊？说来听听。那次地震，皇上在景山上首次烤羊，把一条羊腿赐给奴才，那是奴才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呀。是啊，那次地震也是你救了朕。那是皇上洪福齐天。又来了，你除了说这句话，还能说些别的吗？你想把朕闷死啊？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哎，好久没赌钱了，来几把怎么样？好啊。压币重啊，压币重！你果然是好赌，这骰子就随时放在身上。这还是上次陪皇上赌钱的时候用过的骰子，奴才把它一直带在身边。来吧，
赌钱要真金白银，把银子拿来。哎，皇上，奴才这还有点，如果皇上不嫌弃，就拿去。哎，朕就这么没出息，拿奴才的银两来赌？朕没银子，朕有这个。这个算朕卖给你，你一半，朕一半，怎么样？那奴才就谢皇上了。废话少说，来吧，朕就不信玩不过你压币众。来，好你个压币众，果然有你的。今天朕输了1两2钱，改天啊，朕定要赢回来。奴才恭候圣驾。好了，朕要走了。你呀，少喝点酒，把身子养好。以后，朕就封你为侍读。有空呢，就陪朕赌赌钱。多谢皇上。奴才恭送皇上。免贵。奴才恭送皇上。明天为朕下旨，还鄂贝龙加急，此地东华门外，让他好好养老吧。这痛快，太痛快了。皇上，赌一把，无憾了，无憾了。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办不懂是非是与非。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。江水，为了爱，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见玫瑰。醒了心又碎，为一口气想到尾。